大家好，比特币这几天好几个利好，价格却在下跌。不过群上面也没有在操作，上一次判断10.7万左右支撑，差了几百刀，后面价格就上涨。那等下来聊一聊这一次的支撑会在哪里，以及大长线。最近新闻是很多，等下来分享一些观点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聊一下几则新闻，等下再来判断比特币的技术图表。那最近利好是很多，都知道美联储目前是在降息的周期。那今天晚上或者是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。凌晨2点的时候，反正降息是板上钉钉，美联储的利率将从 4.25 再降息25个基点，概率是 95% 啊。以及最近市场上面的消息，美联储后面有可能会结束 QT， 那后面会不会开始 QE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则利好，法国的这一名政客，他是提议让法国在7到8年之内要储备42万枚的比特币，有可能会让法国成为欧盟第一个储备比特币的国家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资产图表，也是有朋友在问我，最近利好这么多，或者是早上在推特上面已经通知朋友了，那一个 F2 金鱼的钱包地址，可能他也是在看比特币目前整个区间还是在震荡，他是大约在$13000附近把2亿的多单头寸全部平仓。那现在价格下跌，链上金鱼数据就不聊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目前比特币的支撑，如果真的在跌的情况下，在这个位置区间震荡，支撑会在哪一个位置？因为以往的行情像这种区间震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几年以来比特币价格上涨，你如果看到它是在箱体震荡的结构，尽量去观察，就是找低点的位置，如果是低点价格更低，指标在背离的时候，就比如上一次这个位置低点是比前面这个低点低，它下方的这个指标甚至 MACD 指标低点更高，背离的位置有可能才是非常重要的买点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上一次比特币在2024年底的时候价格来到10万，然后判断有可能会区间震荡，那我们就尽量判断有没有可能低点更低的时候去观察一下。其实这个 KD 指标看的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们观察一下 MACD 指标的这个柱状三重背离的时候，像这个 75K 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2天的这个高点它是有过了这个高点，但是有可能价格还是在区间震荡，也就是前面有提到了这一根蜡烛一半的位置，它是一个压力区，还有一个阻力位，压力就是在这一个盘整区的低点。那现在价格在震荡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你要找这种回撤的买点，特别是如果是这个低点没买到，你可以看一下低点更低，指标背离的时候，也就是下方的这个 KD 指标低点更高的时候，指标在背离的位置，找这种低点的买点。那如果像这种没买到，你要去观察，如果来到一个压力区就不要去乱追。那上一次是在这个位置判断，可能$107,500附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一个交易的小组，上一次是跌到这个低点，判断有没有可能$107,500。那一天也是有赚了一些利润，因为手上也没有多少资金，我基本上都是100叉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也就是当时的这一根 K 线的低点，盘中后面是涨了接近 5%， 价格是来到$114,000附近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它为什么有可能价格还是在区间盘整，现在价格又在回撤，也就是 KD 指标是在背离，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下方的 MACD 指标，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它没有背离啊，所以主力如果还是要继续洗盘的情况下，我们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目前的整个比特币价格还是在区间震荡。那区间震荡要怎么操作？就是不要去追高，如果有大跌，
我们再判断会不会有买点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来画一下黄金比例也就是从比特币的历史最高点跌到接近10万美金附近的这个低点，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它现在如果要继续洗盘的情况下，大约是在 0.38， 因为这一次上涨已经是把这个 0.38 的支撑给突破了，大约是在11万1000美金附近。以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我们从高点到这个10万美金左右的低点去观察一下它这边成交的分布图大约是也是在11万1000美金附近，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，狗狗币价格突破，现在价格又回来，那不然就观察吧，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盘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，前面有提到以太坊的一个压力位，也就是这个盘整区的低点，没想到价格现在是遇阻，然后现在价格又回来，那或者尽量观察吧，有没有可能以太坊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